羅迪過去曾經赤手成家，自然能夠捲土重來。佢重操屠夫舊業，揾到一份每個禮拜人工19蚊嘅工作。佢修補咗一架舊單車，踩車返工，慳咗交通費。Francesco 真正苟怯難安嘅係佢自認欠人18000蚊。另外一位銀行老闆對佢話：呢個唔能夠怪你，被搶同遭遇天災一樣，全戶爭住提取存款，搞到銀行擠提倒閉，只能怨佢哋自己。羅迪話：法律上呢個唔算債務，不過我個人要認賬嘅，呢個係道義上嘅債務。講道義係羅迪家族歷代流傳嘅美德。佢仲清楚記得1888年仲好細個嘅時候，意大利貧瘠嘅佃農田地上發生嘅狼群襲擊事件。羅迪一家喺嗰塊田地上面終日辛苦耕作，僅僅足夠糊口，但係佢哋有麵包蔬菜，間中亦有獵獲嘅野味果腹，仲有住單純堅定嘅宗教信仰，生活亦好快樂。佢哋住喺穀倉嘅一頭，另一頭係牲畜。有一日晚黑，狼群衝入牧場，咬死咗地主嘅羊群。地主知道呢個消息，命令羅迪一家喺天黑之前搬出去，仲要求賠償全部損失。羅迪嘅父親 Fortunato 話：我賠，呢群羊歸我管，為咗道義，我賠。嗰日晚黑，一家人帶咗僅有嘅幾件家私，行到村入邊投奔親戚。諗到將來點樣辦呢？即使能夠租到另一塊地，老羅迪亦只能夠靠佢養家。如何能夠養家之外，仲要還債呢？只有一個辦法，去美國。所以老羅迪就向身邊友人貸款，借到一啲錢，帶住個大仔坐大倉到咗紐約。兩仔爺喺紐約做鐵路工人，人工合共每日1蚊4毫。做咗5年，兩仔爺積蓄咗400蚊，就翻到意大利賠咗嗰一筆羊群嘅賬。其後佢哋全家都到咗美國。羅迪一諗到佢嘅義債時，就諗到呢個故事。佢通知各存戶話：我所欠嘅錢將盡速全部清償，請你哋相信我。但係就佢當時籌款還債嘅能力而言，佢自己攬上身嘅18000美元債務，有如1800萬元之巨。喺頭10年間，佢但求搵口飯食，經已唔易，使費不斷增加，又生多咗個細路。佢嘅賢妻德麗莎喺4年之後身染痼疾，終於逝世。喺咁多浮沉變化中，有一項義債金壓然不動，存入去嘅分幣同毫幣積少成多。羅迪每日踩單車去離家3英里嘅玉鋪返工，街上積雪過深嘅時候就徒步前行，夜間佢替鄰居補鞋。幾個大仔大女賣布做雜差或者送貨，佢哋賺嘅少少錢亦都存入義債金。